現在在成田，今天去看12年一次的玉船祭。已经到香取站了，全都是来看祭典的人。那祭典应该已经開始了，就是早上的儀式已經開始了，所以呢就抓緊時間拍了，先不多說了。那前不久啊，在鹿島神宮說了，今年9月啊會去看12年一次的玉船祭。當時也講了，鹿島和香取啊是對應存在的，所以鹿島有玉船祭呢，自然香取也就有玉船祭了。同樣也是12年一次，但不同的是啊，鹿島是9月舉行，而香取啊是4月舉行。咱們開始之前啊，先來說一說為何2個神宮的玉船祭要分開舉行啊？那香取4月舉行啊，代表着春和夏，對應的就是開啟與定調。那此時正值春耕開始，在古代的管理邏輯裡啊，這叫做開工。那這時候神明下水啊，更像是在這一年開始之際，在所有流動即將活躍之前，先对這片水域的秩序做一次確認。從這個角度來看呀，它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帶有預先性質的巡行。那在人流與物資開始頻繁流動之前啊，先把這片水域的運行狀態重新帶入既有的秩序之中。那鹿島9月舉行啊，代表着秋和冬，對應的就是收尾與結算。此時是秋收的時間，也是一年的產出啊，要通過水路運往各地的節點。這時候神明下水啊，就是為了收網。在所有的物資財富都要經過立根川運走的季節，鹿島神宮通過水上儀式完成對這一年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秩序維護。那這種錯開舉行的目的啊，就是要全年都處在閉環的監控邏輯裡。那說到這裡呢就可以了，不過多介紹了，大家能理解就行。想必有人發現了啊，這次有些東西很抽象，沒有錯啊，這個祭典啊就不能用现代人的思維去理解。所以這期內容啊，需要大家用一些想象力或抽象的角度啊去感受，那不然會看得一頭霧水。那咱們開始吧。那所謂的玉船祭啊，是一場12年才搞一次的大型水上祭典。那整體參與的船只與人員數量都相當可觀。這裡先打斷一下。由於有些宣傳啊會說有上百艘船只參加，大家不要以為真的有上百艘船啊。那以前古人稱百是突出規模大，並不是真的有那麼多船。那好了，咱們回歸正題啊。那祭典的核心過程啊很簡單，那人們會把神宮裡最重要的神轎，也就是神輿抬出來，先走陸路，然後在一個叫金宮的河岸登上一艘特制的巨型雙底船玉座船。那緊接着這艘船會帶着整支船隊順着立根川往左舷方向行駛，他們要在水面上航行到指定地點，然後與對岸鹿島神宮派出的接應船只會合，這就是玉船祭了。而在此時啊，是最直觀看清楚東國三社作用的時刻。那3座神社啊，分別駐守着3條河道，而香取神宮登陸的金宮啊，也有一個鳥居。那在立根川還沒有被後世大規模改造之前啊，那這裡曾是關東地區啊非常重要的水路出入口之一。那許多從外海進入關東的物資與情報啊，都會經過這一帶的通道。那這個祭典看起來像是一場盛大的水上遊行，但在當時政權的視角下，這可是一次極其嚴肅和重要的巡航儀式。那他用12年一次的頻率啊，把原本安靜待在山裡的最高神權代表啊，直接推到了關東地區最繁忙的水道正中央。這裡要先說清楚一個事兒，不然大家會理解錯。在更早的地理環境中啊，這一帶的水域形態啊與今天差異很大，兩者之間的水路聯繫啊要比現在更直接。所以當時雙方的船隊啊確實會在河道正中央會合，但是如今的河道啊早已經和1000年以前不一樣了，所以儀式啊更多是象徵性的，大家能聽懂就可以了。那在古时候，香取神宮船只的航線啊有很長一段是逆流而上的。在古代的認知中啊，順流而下是自然的延伸，而逆流而上啊，往往帶有更強的象徵意義。那這種逆着水勢的航行啊，本身就帶着一種對秩序進行強化的含義。
那每隔12年啊，相去神宫里的神明，也就是京津主啊，会離開那片森林，被抬上大船進入立根川。如果這時啊，你只跟着人群湊熱鬧，看誰家的船更漂亮，看誰家的口號更響亮，那你看到的只是一個廟會。但換成日本神道教的角度去理解啊，你會發現這更像是一次控制方式的轉移。在平時的日子裡呢，神宮是待在山上的，它靠圍牆、大門和森林啊來管人。只要你進入了這個區域，你就得按它的規矩來做事。從抽象的角度解讀啊，這叫做固定空間的控制。可是立根川是活的，水一直在流，船一直在走，誰也沒法在河面上蓋圍牆，也沒法在水上標定地界。對於當時古代的統治者來說啊，水面就是一個沒法鎖上的後門，那是一個隨時會亂套的場所。所以啊，這12年一次的御船祭啊，重點不在於神明怎麼做出來，而在於神明如何進入並控制這片水域。當神明離開陸地，飄在立根川中間的時候啊，他其實是在宣布啊，即便這塊地方沒法修理物理層面的建築物，它照樣歸我管。所以呢，這就是本期的核心了。古代政權如何通過這種祭典形式，以抽象來定義秩序的？那麼咱們先來說一下啊，祭典為何選擇每隔12年執行一次呢？那這並非民俗層面隨意的選擇，而是一種刻意為之的行政周期。在當時的管理層面上，這種長跨度的重複啊，是為了在人的記憶模糊之前啊，重新確立一次規則。那其次啊，12年是木星繞天一周的周期。在古代呢，木星的位置決定了大地的吉凶和國家的運勢。那這是一種天地同步的思考方式。那古代王權啊，通過把祭典刻度對準天體運行，從而獲得一種不可違抗的絕對合法性。那神宇進入立根川，其性質不是簡單的物理移动。在陸地上當時的行政可以依靠土地測量、填隴和柵欄來確立歸屬，但在水域這些手段全部失效。作為古代關東地區最核心的運輸與進出通道，那立根川掌握着物資與人口流動的命脈。如果這片水域長期缺乏明確的規則約束，那麼陸地上的秩序就很難保持穩定。當代表這片森林最高神權象徵的京津主通過神宇被放置在移動的船只上並漂浮在水面時就代表着他正在執行一项明確的任務，對這片無法築牆的領域進行邊界劃定。那這種行為是在向所有通過水路的人傳達一個信息：流動的水域同樣在秩序的管轄範圍內。神宇在水上的航線就像是一種通過移動來確認的臨時邊界。那祭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給沒有圍牆的河面強行套上了一層行政外殼，確保即便是在不斷流動的狀態下，這片通道依然屬於被定義好的運作範圍內。這就是對人的秩序管理了。我也是异象。我操！这里要退。
那接下来就要說說這裡的地理環境了。前不久已經分別做過香取神宮和鹿島神宮的影片了，這裡就不過多介紹了。香取和鹿島的分布是一南一北，中間隔着立根川，剛好把這道進出關東的水路死死卡住。那在關東這裡不是供人欣賞的風景，而是一道明確的關卡。那玉船祭的船隊從香取出發，最後停在水流匯合的地方。這個行為不是說神明想去遠方看看，而是一次關於空間所有權的周期性对接。那從管理角度上來講最麻煩的就是这种两不管的地带了。那岸上的区域可以分得很清楚，但中間這道橫跨兩岸的水面如果長期不走動，控制權就會變得模糊。那所以呢，香取的神明一定要下水，要去和對岸的神明对接。那它更像是对這道流向太平洋的水路做一次規則確認。雖然你的形態一直在變，雖然你很快就會流走，但在你經過這條河段的時間裡你就是在我的行政管轄區內，一切要聽我的，而這就是對自然的秩序管理了。這種抽象層面的巡視是在確認陸地和水面之間的連接沒有斷開，即便沒有圍牆，這片水域在行政層面上依然牢牢地掛在岸上這兩座神宮的名下。
那很多人在解释《玉船记》时啊，喜欢翻出古书里那些跨海遠征的故事，覺得這背後講的是戰爭和入侵，也就是日本書紀裡記載的三韓征伐。但這種說法更多是來自後世的解讀。如果你去翻看神宮自己的記錄啊，《玉船記》本身在香取神宮與鹿島神宮的神社傳承中啊，並沒有被定義為與三韓征伐相關的儀式記載。但在後世啊，特別是受日本書紀影響的知識階層中啊，曾出現過把這類水上神蹟儀式解讀為對外征伐的說法，那甚至出現鞑靼祭這樣的名稱。所以說，這並不是神社原本的設計。那從古至今啊，無論文明如何提升，人總是有一個習慣，總覺得只有像戰爭這種鬧出大動靜的破壞啊，才叫有力量，才叫控制。但實際上啊，戰爭和治理完全不是一回事兒。戰爭啊是一次性的爆發，目的是把看得見的敵人毀滅，而玉船記做的事兒要高級得多，它是在定義空間，它不關心具體哪一個是敵人，它關心的是這套規矩能不能覆蓋住整片土地。那些流傳下來的遠征故事啊，無論它是否真的存在過，但在此時此刻祭典的過程中啊，它想讓你看到的不是毀滅，而是不管多亂的環境啊，最後都會通過這場儀式完成秩序層面上的收編。當離開這片河岸，重新回到當下的生活裡，也許會明白一件事兒：玉船記啊，並不是在講什麼遙遠的過去，它留下的不是幾張舊照片或者一段古老的故事，而是一套如何對付不確定性的管理手段。我們習慣了在有牆、有門、有紅綠燈的地方遵守規矩，但在那些沒法修路、沒法蓋房、一直在變動的地方，比如流水，比如邊界，規矩要怎麼立起來呢？那香取神宮的玉船記啊，給出了答案。它證明了秩序的形成啊，並不一定依賴於固定的邊界，它可以通過定期的走動，通過對關鍵通道的佔領，在那些抓不住、留不住的空間裡啊，硬生生地刻下一套行政印記。那在這裡啊，祭祀的目的啊，並不是為了求神拜佛，這更像是在現代社會環境下還原了早期文明對於規則運行的理解。它在展示古代王權啊是如何通過佔領那些不確定性的空間啊，來完成對整個土地的秩序定義和控制。當你看到神船劃過水面啊，你看到的不是神明，而是這套管理手段在水面上留下的一道看不見的卻又真實存在的支點。那回去的時候，我就從左园坐車了。接下来啊，就是等9月份鹿島神宮的玉船祭了。那說到這裡啊，是不是有朋友就疑惑了？
2個神功的玉船機啊，形式差不多，那還有必要拍吗？其實不然啊。虽然它们的形式差不多，但2个神社的祭典是互补的。也就是说啊，我今天只講了上半部，下半部啊，我打算留到鹿島神宮玉船祭再講了。那我留一句話吧，大家可以思考，那就是制定秩序的人和確認秩序的人往往不是一個人。好吧，那咱們9月份的鹿島神宮玉船祭再見了，拜拜。